大家好，我是玩乐狂人，跟大家一起学习、成长、玩乐。我就是疯狂玩乐的人。今天狂人要跟大家谈谈心理健康，从好的思维模式开始，别让自己被负面情绪拖累。本影片会带大家探讨8个议题：1、什么是好的思维模式？2、好的思维模式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3、什么是负面情绪？4、负面情绪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5、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6、改善自己的思维模式；7、如何防止负面情绪影响心理健康；8、如何利用好的思维模式应对负面情绪。如果您对这8个议题有兴趣，请记得观赏到最后，也请记得订阅玩乐狂人看世界频道，支持狂人制作更多影片跟大家分享。好的思维模式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确的思维模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摆脱负面情绪的困扰。然而，许多人往往忽略了思维模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或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思维模式。狂人将从多个方面来探讨什么是好的思维模式，以及如何建立和改善它，从而让你从容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避免被负面情绪拖累。接着，狂人跟大家谈谈什么是好的思维模式。好的思维模式指的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的思考方式。好的思维模式让我们对自己和周遭环境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并且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负面情绪的干扰。好的思维模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可以使我们对待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更加坚强和积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相处，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和纠纷。而且，好的思维模式还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正面影响。研究证实，积极的思维方式可以降低压力和焦虑，提高身体免疫力，进而促进身心健康。接着，狂人谈谈好的思维模式如何对心理健康产生正面影响。好的思维模式对心理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为人的思维模式直接影响着个体对待后面对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和环境的方式。一个好的思维模式可以使人们更积极向上面对生活各式挑战，更能够在压力下保持心理平衡。好的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情绪。情绪是人们在面对外界刺激和经历事件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而情绪掌控能力是指人对自己的情绪状态进行有效的认知、管理和调节的能力。好的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并且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更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进而降低因情绪波动而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接着，狂人跟大家谈谈什么是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包括焦虑、忧郁、愤怒、恐惧、羞耻等。当我们经历这些负面情绪时，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例如身体紧张、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情绪波动等等。这些反应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扰、烦恼、不安。忧郁是另一种常见的负面情绪，它表现为对现实的消极态度和情感低落。当我们遭遇挫折、失败或者失去亲人朋友时，会产生忧郁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缓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着，狂人谈谈负面情绪如何对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负面情绪会影响认知功能。当你处于压力、忧虑或愤怒状态时，你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难以集中注意力，难以记住重要的事情。此外，负面情绪还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这些认知功能的降低可能会导致工作和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负面情绪还会影响人的情感和行为。例如，当你感到愤怒或紧张时，你可能会变得易怒、暴躁，对他人的要求和期望持怀疑态度，甚至会对他人发脾气或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这些行为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进一步加重负面情绪。接着，狂人谈谈如何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是指一个人在思考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方法、惯性或习惯性的思维模式。狂人觉得思维模式通常是无意识的，所以很难被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是如此重要，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时，才能够有意识地去改变它们。所以我们要先学会如何去辨识自己的思维模式。以下是一些方法提供大家参考。1、注意自己的反应。当我们面对压力或挑战时，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例如，当面对挑战时，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焦虑和害怕，而有些人则会感到兴奋和挑战。通过注意自己的反应，我们可以开始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2、分析自己的决策过程。我们每天都在做出决策，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决策。通过分析自己的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开始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例如，当我们在做出决策时，是否考虑了所有的选择？是否考虑了可能的风险？通过分析自己的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思维模式。3、观察自己的语言。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反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
例如，当我们说我无法做到时，这反映了一种负面的思维模式；当我们说我会尽力去做时，这反映了一种积极的思维模式。因此，通过观察自己的语言，我们可以开始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4. 与他人交流。和他人交流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思维模式。当我们和他人讨论问题时，他们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这可以帮助我们扩展自己的思维模式。此外，他人也可以提供反馈和建议，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非常重要。通过注意自己的反应，分析自己的决策过程，观察自己的语言以及与他人交流，我们可以开始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思维模式后，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并且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从而达到更好的结果。接着，狂人跟大家谈谈如何改善自己的思维模式。要改善思维模式，就必须先认识自己思维模式。上一段狂人已经探讨了认识自己思维模式，接下来提供一些想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思维模式。1. 写下自己的想法。写下自己的想法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思考方式。在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并且尝试找到其中的弱点和缺陷。同时，通过不断的写，我们也可以练习思考和表达的能力。2. 尝试不同的思考方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需要勇气和决心。我们需要尝试不同的思考方式，并且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例如，如果我们习惯于将问题看作是挑战，那么我们可以尝试转变思维，将问题看作是机会。这种转变的思维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加积极地面对挑战。3. 学习关注解决方案。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我们通常会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本身上，而不是解决方案。这种思维方式会让我们陷入困境，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方案上。在思考问题时，我们需要问自己，有哪些解决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4. 学习接受挑战。当我们面对困难或挑战时，我们需要学习接受挑战。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接受所有的挑战，而是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它们。这种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并且在挑战中成长和进步。5. 开始学习新知识和技能。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是改善自己的思维模式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我们可以扩展自己的思维视野，并且学习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方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并且在思考中更加灵活和创新。6. 经常问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去问问题背后的原因和根本。问问题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本身和其所涉及的因素，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思维模式。改善自己的思维模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努力，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过程，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世界，更好地解决问题，并且在思考中更加灵活和创新。接着，狂人想跟大家谈谈如何防止负面情绪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既然负面情绪对身心灵影响这么大，狂人就来提供一些建议。如何防止负面情绪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呢？以下是建议方法。1. 保持积极的心态。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事物的正面和希望，并且能够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和自信心。当我们遭遇负面情绪时，可以想想自己的积极目标和价值观，并且积极地思考解决方案。2. 学习放松和舒压的技巧。这个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压力，缓解焦虑，放松身心。例如，可以通过冥想、呼吸练习、瑜伽等方式来放松身心，提高自我调节能力，降低负面情绪的影响。3.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等都能够促进身心健康，提高对负面情绪的抵抗力。此外，也要注意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过度工作、过度消费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可能增加负面情绪的风险。4. 建立支持系统。支持系统包括与家人、朋友和社区建立关系，参加社交活动和志愿活动等。这些活动可以提高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水平，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降低负面情绪的影响。防止负面情绪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需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习放松和舒压的技巧，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支持系统等多方面的方法。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加关注和实践，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接着，狂人想谈谈如何利用好的思维模式应对负面情绪。如果我们学会了适当的思维模式，
就能够更好的应对负面情绪，提高我们的心理韧性和抗逆能力。狂人提供以下方法给大家参考：一、珍惜当下，保持正向思考。当我们面临困难和挫折时，很容易陷入消极的情绪中，甚至感到绝望和无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试着去珍惜当下，保持正向思考，寻找希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可以想想自己拥有的资源和优势，想想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并且积极的思考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让自己更加积极向上，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二、学会转移注意力。当我们陷入负面情绪时，我们的大脑会不断地回想过去的不快和担忧未来的可能性，这样只会让我们更加焦虑和沮丧。因此，我们可以试着学会转移注意力，专注于当下的事物，例如感受身体的感觉，观察周围的环境，聆听音乐等等。这样可以让我们暂时远离负面情绪的困扰，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得到平衡。三、学会自我鼓励。当我们陷入负面情绪时，我们常常会责怪自己，甚至把自己的情绪看作是一种弱点。但实际上，负面情绪是每个人都有的正常现象，并且可以被克服。因此，我们需要学会自我鼓励，将自己的负面情绪看作是一个挑战，而不是一个失败，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克服这个挑战。比如，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有能力面对这个困难，我会找到解决方法，我相信自己可以克服这个困难。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信心和抗逆能力，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四、正确看待事实。当我们陷入负面情绪时，我们的思维往往会变得消极和偏激，甚至会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和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学会正确看待事实，不要过度解读和猜测，也不要过于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当我们感到忧虑时，可以问自己，现在的情况真的那么糟吗？我有没有将问题放大或夸大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理性地看待问题，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学会利用好的思维模式应对负面情绪，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学会转移注意力，自我鼓励和正确看待事实等方法，帮助自己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提高心理韧性和抗逆能力。当然，这些方法需要长期的实践和坚持，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一定能够获得良好的心理健康效果。狂人总结：心理健康从好的思维模式开始。在面对负面情绪时，我们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用正向的思维来看待问题，并且运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应对负面情绪。这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理韧性和抗逆能力，还可以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最后，狂人勉励大家及自己，不要让负面情绪拖累自己。让我们从好的思维模式开始，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专注当下的事物，学会自我鼓励，以及运用其他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重获自信和能量。心理健康很重要，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础。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学习好的思维模式，让自己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感谢观赏影片到最后，如果大家对这类影片有兴趣，请多在下面按赞，多多回应留言，让狂人知道，我就会多出这类型影片给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感谢您的支持。